里是孔雀卫视新闻。这里是黄金眼819新闻。同江卫视新闻。近日，李自忠案引发社会热议。李自忠在去银行取钱的时候，由于他拿的是儿子的存折，所以银行要求李自忠证明他的儿子就是他的儿子。说取不了就是取不了，这是李默的存折，你要证明你儿子是你儿子。李自忠提供了身份证、户口本后，银行都不认可他的儿子是他的儿子。就在这个时候，银行发生了一起抢劫案。蹲下！好人啊！谁有东西？劫匪看到一旁大哭的李自忠，得知他是因为儿子需要治病才取钱的时候，给了他一打钱。怎么，你儿子也在医院打成这病？银行不给你取。拿着，给你儿子看病。李自忠在把钱给儿子交完医药费后被捕。前一审2审都文氏原判，判处你有期徒刑20年，对此没有什么想说的。你怎么能证明俺儿子是俺儿子？要是银行早点把钱给我，我也不会遇到劫匪。儿子还在冤魂于不行呢！儿子，儿子，儿子！近日，李自忠案引发社会热议。李自忠在去银行取钱的时候，银行要求李自忠证明他的儿子就是他的儿子。这家人也真够可怜的，当爹的坐牢，这儿子恐怕要成植物人了。医生，我弟弟的情况怎么样？我先看看。不太理想啊，你弟弟下午醒过来，希望渺茫。李默，李默，你别下贱啊！李默，李默，你别下贱！李默，你终于醒来了，咱爸的，李默。姐，我虽然醒不过来，但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我都知道。姐，辛苦了。姐，一审2审卷宗你父母提早报犯。可对方是滨海银行，咱惹不起，爸特意嘱咐我。姐，我之所以学法，就是为了有一天能够替不懂法的老百姓发出他们的声音。更何况今天这个人还是咱爸。可你才刚上大一啊！姐，相信我。1审2审，咱爸都被顶格判处20年，这已经是铁案了。我跑遍了各大律所，都没有人敢接这个案子。就算是上诉，终审要是没有颠覆性的证据和辩论，终审结果也不会有任何改变的，还有可能把你也给搭进去啊！终审法是没有敲定之前，不存在上天。法律是公平的，会给每个人最公正的结果。李默，医生说你现在病情还不稳定，你不能太劳累。找到了，姐，我有办法。李默，你别激动啊，要不我再去求求你姐夫。姐，这次咱不用求任何人，这个案子我有100%的信心，一定能。
近日，李自忠案引发社会热点。今天是李自忠案终审上诉的最后一天。记者从最高法院了解到，截止发稿时间，最高法院还没有收到李自忠方面的倡议。李默，你说这么晚了，咱们也没有预约，能见到爸吗？听说最起码得提前2天预约，还得提交一系列材料，看守所的领导还得审批流程呢。试试看吧。往哪走呢？往哪走呢？你好，领导，我们是来探视的。你有预约吗？就来探视？不好意思，我们还没来得及预约。啊，走，没有预约你进什么进？大哥，我的案子有点急，咱这流程实在太慢了，您看能不能给通融一下？你爸是谁啊？犯了什么案子？我爸叫李自忠，银行抢劫案。就是李自忠的儿子？是。你真要上诉？是。材料在齐了吗？都准备好了。对方可是滨海必胜客，一整个专业律师团队。我一个法学生都还没毕业，赢的希望恐怕不大呀。天无绝人之路，我总要试一试的。我们只有15分钟的时间，下不为例啊！谢谢。儿子，你没事，你真的没事了？我没事，可以去。好，你能顺利的做完手术，爸就是把这牢底坐穿，也值了。爸，别担心，没事的，我去上诉，咱们这个案子一定能胜诉的。没有的，当时急，我拿劫匪给的钱就去了医院，给你交了医药费。银行说那是赃款，判定我是同伙。爸，咱不是同伙，等到了法院，您只要把事情如实的说出来，这个案子咱们终身就能赢了。该说的我都说了，我跟法官说，那钱是劫匪硬塞给我的，可是没用，一审2审都判我有罪。爸，咱不聊案子了，你在里边吃得好吗？嗨，爸认命了，咱们就是普通的老百姓，干上这事得认命。爸，没事的，人家可是银行，咱们就是平头百姓，惹不起。急死了，爹，你倒是问问爸案情呀。爸，我想吃你做的红烧肉，赶紧出来。不，做办事时间到了，家属请离开。走，走。林默，咱们好不容易有一次传唤的机会，你怎么问了这么几句就不问了？我们走吧，姐。你没事吧，林默？我没事儿，姐。滨海银行进行您的案件，那些受害人的联系方式你都收集好了吗？全在这儿，我在你姐夫书包里拿的。姐，你可帮了大忙。你要这些人的联系方式干什么呀？他们跟咱爸的案子八竿子也打不着啊。到时候你们知道了。喂，你好，我是政法大学的学生，听说您3个月前曾经起诉过滨海银行，但败诉了，有没有兴趣看看滨海银行是怎么败诉的吗？哎，好嘞，谢谢您到场支持。
喂，你好，请问这里收取女的吗？我是政法大学的学生。谢谢您大伙支持。喂，你好，我是政法大学的学生，你能来参加我爸的案子吗？喂，你好，我是政法大学的学生，你能来参加侦审吗？谢谢您到场支持。行了，大功告成了，姐，咱可以提交终审了。可是我听你姐夫说，提交终审需要提交新的证据呀。姐，材料我已经准备好了，你陪我去就行。你要把滨海银行告上法庭？宋志明，这法院传票都传到我滨海银行门口了，这法部长是怎么当的？李自忠的案子，这个案子我们不是宽宏大量，要求法院不对他们进行严肃处理吗？他们怎么申请终审了？这人家抢我们银行的钱还有理啊？这得气到我们银行头上来。对，我听说他找的律师还是他的亲生儿子。哦，哈哈，李牧啊，我小舅子，大一的新生，据说选修的还是离婚诉讼，他怎么敢做个刑事案件？李自忠这个案子现在社会舆论度很高，这一次终审可是全国瞩目。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这一次审判一定要赢，而且我们的票，我要让这些小老百姓看看，这就是得罪我们银行的下场。王，那您的意思是？能有多重，就给我判多重。万众瞩目的李自忠案将在本日进行终审，本次终审将采用直播的形式，庭审还未开始，直播间人数就达到了500万人。本台记者持续为您报道。王行长，宋律师，滨海日报头版报道说，如果银行让李自忠取钱，就没有了后面的事情。请问滨海银行对此事是否负有责任呢？法院依旧维持原判，顶格判刑20年，说明李自忠就是银行抢劫犯。我们滨海银行没有任何责任。请问宋律师，抖音热门都说您亲手把自己岳父送进去了，一审二审的时候，您是怎么狠下心来的？抢劫就是抢劫，即使当事人是我的岳父，我也不会徇私枉法的。我是学法律的，我的职责是维护法律的尊严，捍卫受法者底线。在这一点上，我的心里不会有一丝一毫的。宋志明，你也叫他一声爸，你还有没有一点人性？我真是瞎了眼嫁给你。丽娜，法庭是讲究证据，只要证据链完整，我就会尽到一个律师的职责。别说是咱吧，就算判刑的人是你，我也不会手下留情啊。姐，不用跟他浪费时间，我们走。李牧同学，我能采访你一下吗？可以。李牧同学，我们都知道这个案子已经成为铁案了，而你只是大一的一个新生。听说滨海银行这次花了大价钱请到了滨海必胜客，其胜诉率高达95%。您觉得自己胜诉的几率有多少呢？胜诉的几率，那当然是100%。胜率100%，好大的口气啊！我们滨海银行法务部每一个律师都是行业内的精英，你知道我们考过多少证件，背过多少法律条例，打过多少的官司？这是一张铁案，你懂什么是铁案？就算是我，这个案件也翻倍，更何况你是一个大一的新生，你什么都不懂，狂妄之极。哎，他这么有信心，不会是又想搞什么歪门邪道吧？林木，我告诉你，做伪证那是要进去。李牧，要不算了吧，咱别闹了，姐不想看你也进去啊。姐，没事的。如果打过的官司多就能赢的话，那还要法院做什么？法律是神圣的，不会偏袒任何一个人的。
学生就是学生，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成年人的社会可不是这样运作的。漂亮小丑。请问李牧，据我们了解，你只是一个大一的学生，一场官司都没打过，哪里来的自信说有100%的胜算？请问李牧，你这么说是为了炒作，还是为了博取公众的眼球？你们太过分了！谁炒作了？你们凭什么这么看不起人？一个大一新生来碰刑事的案，你不是为了炒作博取热度，那是为了什么？李牧、李娜，我看你们就是看这个事件社会话题度高，借机炒作。你们两个才是吃咱爸人血馒头的人。滨海银行就那么自信能够赢下这次庭审，银行就能为所欲为了？哎呀，不好意思，有钱有权有势，就是可以为所欲为。什么东西吧？李牧，算了吧，咱小老百姓斗不过他们的。姐，放心吧，现在他们站得越高，待会儿败诉了就会摔得越惨。走吧，你们开庭。李牧，你怎么了？你是不是头又晕了？医生说你还没康复，不能用脑过度。姐，我要去趟洗手间，这里面是咱们翻盘的全部证据，你一定要保管好，不能交给任何人。好，姐保证不交给任何人。你快点回来。大家好，由于本次案件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议论，甚至采取了全国直播的形式进行庭审，因此我们邀请到了刑法博士罗大祥老师。大家好，我是本次案件的法评人，我将根据本次案件的进展为大家解释相关的法律问题。为维护法庭纪律，保持对法庭的严肃，现宣读以下法庭纪律：一、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必须听从审判长指挥。马上开庭了，怎么还不回来？宣读完毕，请审判长入庭，全体起立。现在开庭。审判长大人，我弟弟还没回来，我去找他回来。已经开庭了，相关人等不得随意走动。是审判长大人。你果然是上不了台面的东西，什么都不懂还敢来开庭？你以为法院是菜市场啊？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现在正式开庭，带当事人李志忠。现在确认身份，被告律师李默，在场吗？我弟弟去上卫生间了，还没回来。上卫生间？不会是因为太害怕逃吧？李娜，李牧可是一个大一的学生，来打刑事案件，当心
5分钟倒计时。4分钟。3分钟，如果被告律师还不到场，则视为放弃上诉辩护。2分钟。1分钟。最后1分钟，如果被告方李默还未到场，本庭将直接宣判终审结果。1分钟。李默，你到底去哪儿了？哎呀，我还以为是个什么玩意儿啊！开庭前满口大话，开庭人却不来。这本来就是个铁，把全大厦的律师叫过来，何况是他。一个大一的学生不敢来出庭，不是很正常的事。没想到咱们的节目还没开始就已经要结束了。大一的学生可能连刑法都没学，而滨海银行的律师团在业内可是有滨海必胜客的称号。这个案子又是铁案，李默胜诉的概率无限接近于0，他不敢出庭也属正常。这李默都开庭了还临阵脱逃，真是个孬种。这毕竟人还只是个大一新生，这可是法院呢，不是他们过家家的地儿。嘿，你说这个李默刚才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信誓旦旦的啊，现在一到关键的时候人影都不见了。他是个大一新生，这可是铁案，他能发生吧？再说了，他是抢劫犯的儿子，能有什么胆大？20秒。审判长还记什么时啊？不用打了，他就是个炒作的小丑，简直就是浪费时间。哎，这不是我说啊，现在这个年轻人呐，吹牛皮就是不打草稿，这打官司跟打游戏一样，王者荣耀太厉害。你知道一个律师想站到庭审的现场需要多长时间？3年的实习期，2年的助手，最起码要5年的时间才可以。一个大一的学生就敢来打铁案，这简直不是笑话。10。李默，你不是说这是咱爸翻盘的唯一证据吗？人呢？铁案这都终审了，还浪费时间。我看李默啊，简直就是丢法学生的脸啊！如果我要是政法大学的院长，我一定开除这害群之马。9、8、7、6、3、2、1。被告律师李默还未到场，本庭将直接宣判被告人李志忠维持1审、2审。终审辩护律师李默到。被告律师李默，请尽快入场。是的，审判长。你去哪儿了？姐以为你真的跟他们说的。姐，放心吧，咱爸这个案子我有100%的信心法。啊，
犯案可不是靠嘴上说的，你爸就是抢银行的钱，是抢劫犯。李牧，先不说这是铁案，你一个大一的学生能打得了啊？你以为我们这些律师是吃干饭的？我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我父亲没有抢劫，我为什么不能犯案？证据，还充分的证据啊！哎，你一个大一学生，觉得自己比公检法还厉害啊？这1审、2审都没收集到证据，终审啊，你会有证据？李牧，在法庭上讲话那是要讲法律效益的，有什么证据你就拿出来呀，否则我们滨海银行一定会反诉你作伪证。不，咱不告了，行不行？儿子，咱们是告不过银行的，爸只想你好好的生活。被告律师，在正式开庭前，你是否还有新的证据需要补充？姐，给你打档。审判长，我要提交新的证据。哎，你能有什么新证据？我手里的证据足够把整个案件全部推翻。我手里的证据足够把整个案件全部推翻。我手里的证据足够把整个案件全部推翻。这里边就是你要提交的新证据。是的，审判长。胡闹，简直就是胡闹！某些人就是想通过直播来炒作自己。李牧，你的这种行为是罪恶之，法庭是严肃的，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法律的代价。你们凭什么觉得我拿不出新的证据？就凭你一个大一学生，没钱没人脉，你靠什么拿证据？哦，对，靠自己脑补。我这就准备材料，把李牧和他这个抢劫犯父亲都送进去。既然你们都觉得我拿不出新的证据，那今天我就要通过直播向大夏有同样遭遇的老百姓上这逼着让你吹的，还给全大夏的老百姓上一课。我告诉你，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都多。哎，这就是没有遭受过生活的毒打呀。等出了社会，生活给他上了一课之后，就学会夹尾巴做人了。有什么证据你就拿出来呀！证据就在我手里，但是在此之前，我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没有做。故弄玄虚，你还能有什么事情？审判长，对方律师坐错了位，他们应该坐在被告席上。你说什么？你爸抢了我们银行的钱，还说我们是被告？这是法院受理的传票，我要将滨海银行告上法庭。我要将滨海银行……明明抢银行的是李思聪，怎么李牧还要把银行告上法庭啊？谁知道呢？估计这个李牧也没经验。我看他就是什么都不懂，法院可不是他能胡闹的地方。李牧，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你竟然敢把我们银行告上法庭！我当然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了。确实是法院的传票，原告李牧上诉滨海银行，诬告李志洲。你放屁！你爸抢了我们滨海银行的钱就是抢劫犯，你还说我们银行诬告？你给我下死手啊！敢告银行，你让他们两个都进去，牢底坐穿。李牧啊，我呢作为你的姐夫，要好心好意提醒你一下，你提出的申请提得太高了，如果你没有相应的证据，你也有可能会进去的呀。李牧，姐后悔了，
姐不该由着你申请终审，咱不告了行不行？这就是我的上诉申请，不做任何更改。审判长，我申请并案审理。鉴于两案关联性极强，允许两案并案处理。请双方互换位置。罗老师，网友们都很关心，这李牧怎么变成了原告呢？李牧变成了原告，那是因为李牧反诉了滨海银行。法院觉得两案关联性极强，两案并审，所以王大副行长就成了被告人。那这样的操作是否符合规范？李牧还是有一些小聪明的，使用了一些诉讼技巧。看来我们都小瞧了这个大一新生啊。那双方互换身份对李牧的胜诉有帮助吗？铁案就是铁案，不会因为一些诉讼技巧而改变了铁案的性质。李牧想要胜诉，我觉得是不大可能。搞什么？我现在成被告。放心吧，都是一些小手段，铁案就是铁，翻不成。现在重新开庭，请原告陈述事实和理由，以及上诉诉求。审判长，我的第一个上诉申请，我方当事人明明没有犯罪，却被滨海银行诬告犯了抢劫罪。我方上诉，申请撤销一审二审的判决，还我方当事人一个无罪释放。什么？我没有听错吧？申请撤销一审二审的判决？那你的意思是，之前一审二审的判决，法院判错了？李牧啊，你懂什么是铁案？罗老师，我也很好奇，咱们一直提到的铁案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铁案其实就是一审二审都判了相同结果的案子，这就表示所有的证据链都指明当事人有罪。这种案子除非有关键性、反转性的证据，否则终审是不可能改判的。李牧提这种诉求，看来连最基础的功课都没做，还妄图给他爸翻案。要是李牧不把银行告上法庭，我看李自忠还能减刑几年呢。这下被他儿子害死了。这个李牧简直就是丢我们法学院的脸。原告律师，你确定你所有的诉求都有相对应的证据？没有证据，那就是说不证，要负法律责任。原告律师，你确定你所有的诉求都有相对应的证据？如果没有证据，那就是作伪证，是要负法律责任。我确定。还确定？现在法学院学生的水平真是一届比一届高，确定把自己送进去啊？宋大律师，你可别因为他是你小舅子就对他心慈手软啊！放心吧，我是律师，我遵从的是法律，只要他李牧本人告，我一定亲手把他送进去。原告律师继续。第二，由于滨海银行的错误判决，导致我方当事人李自忠被误判20年有期徒刑，在看守所长时间滞留，申请对被告，也就是滨海银行，赔偿我方当事人精神损失费20万元。申请对被告，也就是滨海银行，赔偿我方当事人精神损失费20万元。我去，这个李牧是想把银行再抢一次吗？精神损失费20万元。这20万？这李牧年纪不大，胆子也太大了吧？这老爹抢了一次银行，这儿子还想再抢一次啊？赔偿我方当事人精神损失费20万元。这李牧是不是疯了？要求银行赔他20万，那上天想疯了吧？这哪里是打官司呀？这明明就是他爹抢了一遍银行，他自己又抢一遍。精神损失费20万元。罗老师，您作为专业人士是怎么看待李牧的诉讼请求的？这个案子李自忠虽然很难胜诉，但是减刑的概率还是很大。现在李牧提出了这样的诉求，相当于在同时质疑法院和银行，这就很可能起到反效果。确实，
抢了银行，却让银行赔偿20万，就算是许愿，也不再这么许的。李牧，但凡你看过1、2个刑事卷宗，你都不会提出这样的诉讼请求。这是你华政局选定的，这是法院。这种诉讼请求啊，都不用我们反驳。这一场，我们不战而胜了。好，回去我就买热搜，律师起诉银行，反手把自己送进监狱。我话还没说完呢。第三，由于滨海银行对我方当事人的名誉造成了严重侵害，要求滨海银行对我方当事人进行公开道歉。第四，要求滨海银行高层出面澄清事实，不仅仅还我方当事人一个清白，并对在滨海银行有同样遭遇的受害者一起道歉。李牧，你是不是疯了？你确定要提出这样的诉讼请求吗？我认为我的上诉申请没有任何问题。还在嘴？李牧，你这样的诉讼请求，你有事实依据或者法律辩证？如果没有，你可是妨碍司法罪，是要坐牢的。原告律师，法庭是神圣的，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言行负责任。你确定这只是本次的终审罪权吗？我确定。原告律师，诉求申请完毕，现在请被告方滨海银行发表自己的答辩与诉讼申请。记住我们之前说的啊，让你最终判得更重。抢劫就是抢劫，李自忠这20年的牢真定。审判长，第一，当事人对我银行的控告全部驳回，并要求从重从严处理这种恶行的行为，以达到对法律的敬畏。第二，维持原告1审2审的判决。第三，当事人对我银行造成名誉上的损失，我们要求赔偿全部的金额100万。我操，赔100万啊！我跟你说，咱们老百姓去告银行，哪里告得过人家呀？现在好了，人不仅要坐牢，还得赔100万。哼，李牧这下完了吧？他向人家索赔20万，人家还向他索赔100万呢。这就叫偷鸡不成蚀把米。双方的诉求已经提交完毕，现在请原告方出示相对性的法律事实依据。要提交证据了，李牧，现在怎么办？咱们没有证据啊！既然没有新的证据，李牧，那你就是诬告，等着给我坐牢吧！审判长，在提交相关的法律依据之前，我想请我的当事人描述一遍当时的案发经过。申请通过，请当事人描述当时的案发现场。当时我儿子还在医院的 ICU 等着钱做手术，我就去银行取钱了。这是李牧的存折啊，你跟李牧什么关系啊？等，户口在这儿，能证明。人家有户口格本，还证明不了啊！我儿子现在在医院里等着钱用，他怎么能来？我再说一遍，这里是银行，要取钱都那么容易，那你们来瞧好了呀！好了，跟人都看病。这是李牧的存折，你要证明你儿子是你儿子。这是李牧的存折，你要证明你儿子是你儿子。等，户口在这儿呢，能证明。户口本也证明不了。人家有户口格本，还证明不了啊！就是啊，你快给人家取吧，人家还等着钱做手术呢。我说了，这里是银行，取钱哪有那么容易啊？这明明是我自己的钱，怎么变成银行的了？赶紧给我走啊！你不要影响别人办业务，要么让你儿子亲自来取钱，要么想办法证明你儿子是你儿子。我儿子现在在医院里等着钱用，他怎么能来？来不了是吧？活着的话，让人坐轮椅坐过来；死了的话，让人抬担架抬过来啊！我这么说的话，今天这钱就取不了了。
我再说一遍，这里是银行，要取钱都那么容易，那你们来抢好了呀！不怕别动！都给我蹲下！都给我蹲下！快点啊！把前面装着！快点，把前面装着，不然老子打死你们！我他妈给老子抬着！都他妈给我老实点，别想着报警，听见没？你们不能走，那是我儿子的救命钱，你们不能拿走。你个大男人哭什么哭？他给你吓！我来银行取我儿子的救命钱，银行非要我证明我儿子是我儿子，这户口本都在这儿，怎么就证明不了？大哥，差不多了。怎么，你儿子也在医院等着钱救命啊？银行不允许。是拿着，给你儿子看病。不，这钱我不能拿。让你拿了就拿了，哪那么多废话？喂，是李自忠吗？李牧病情突然恶化，必须立刻动手术，否则会有生命危险。你们快到医院把手术费交了。交，我立刻去交。李自忠这供词基本上已经承认抢劫了，李牧诬告就坐实了。好，无良父子，一个抢劫，一个诬告银行，哎，这热搜，看看以后谁还敢在我们滨海银行头上动土？现在就说我诬告，会不会为时尚早了？早什么早？你爸都已经承认抢劫银行了，连顶级律师团队都翻不了的案子，你个穷学生想翻案？你不是诬告是什么呀？顶级律师翻不了的案子，不代表我翻不了。我想请问我的当事人，你有没有参与到当时的抢劫中去？没有，我真的没有抢劫。能详细的描述一遍当时劫匪人员把钱交给你的经过吗？我记得当时劫匪看在我在银行里哭，他骂我一脑肿。我说我儿子还在医院的 ICU 里等着钱做手术，他就塞给了我2捆钱。劫匪把钱塞给你的时候，你第一时间是怎么做的？我第一时间就没敢要，我非常害怕。可是过了一会儿，他拿枪指着我就没还回去。好，沈班长，我方询问完毕。原告律师询问完成，请开始你的法律解释。沈班长，这是一审时由滨海初级法院提交的公诉问题，结合刚才我方当事人的陈述，我认为这份判决对我方当事人造成的严重侵害。什么？李牧，我没听错吧？你还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法院的判决你都敢不认了？狂妄，太狂妄了！法院为了自己的权威性，根本就不可能推翻自己。也就是李牧一个还没有毕业的傻学生，根本什么都不懂，还敢提出这样的诉讼请求？等我递交完法律解读，希望你们还能这么想。好，就凭你手里这张废纸，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能力来推翻这个铁案。针对于一审判决，原告律师有什么觉得不合理的地方，可以用法律解读反驳。审判长，滨海初级法院认为，我方当事人明知道那是犯罪嫌疑人从银行抢取的金钱，但依然选择取走，所以判定我方当事人的主观意图为从银行抢取金钱，判处我方当事人视为同伙，或趁机打劫银行，犯同罪。抢劫就是抢劫，凭着一张废纸，你就能把黑的变成白的了？审判长，
我的反驳理由如下：第一，刚才我方当事人李自忠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是那名犯罪嫌疑人主动询问他为什么要在银行哭，在听说了他的事情以后，主动要把钱给他，让他去医院缴费救治他的儿子，也就是我。我还以为你有什么高见呢。李自忠是一个成年人，他应该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钱是他拿的，这些是能否认的吗？他就应该为这个事情负责。不，这些主观意愿都是犯罪嫌疑人强加给我方当事人的。我方当事人在拿到钱的第一时间，他的第一反应是害怕。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不能从主观意图上判定我方当事人是想从银行抢钱。如果被告方不相信我方当事人，可以当庭调取银行的监控画面。你凭什么说这些主观意愿是犯罪嫌疑人强加给李自忠的？我还说是他们几个串通好，还演戏的呢。不知道大家刚才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我方当事人刚才说，那名犯罪嫌疑人骂了他，还骂的是特别难听、特别恶劣的孬种。这又能怎么样呢？他们之间有可能是同伙，同伙之间有可能发生内讧，这些事情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在当时的情况下，犯罪嫌疑人骂了我方当事人，显然是对我方当事人的行为非常。够了！大家不想听你在这编故事，夸夸其谈。李默，到目前为止你没有拿出一条的法律依据，请你注意，这是法庭，不是你在大学参加辩论赛。原告律师，请您阐述与本案相关的法律法据。审判长，接下来我要阐述的就是法律法规。这个案子最关键的一点在于，那名犯罪嫌疑人手上持有危险武器，只需要一个念头就可以让我方当事人产生生命危险。当事人，当时劫匪给你钱的时候，是否拿着武器？是，他是有拿着一把枪。审判长，根据我国刑法规定，我方当事人遭受辱骂的前提下，他的生命没有任何保障，完全符合紧急避险的条件，所以他的行为完全不用负任何法律责任。陆老师，请问什么叫做紧急避险啊？刑法第21条规定，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损害另一法益，以保护较大法益免受正在发生危险的行为，叫紧急避险。举个例子，你在野外走散了，已经到了快要饿死的地步，这个时候你发现野外有一只大熊猫，这个时候你吃了大熊猫是不犯法的，就是完全符合紧急避险。这个时候你就不用管大熊猫是紧急保护动物。那当时劫匪手里有枪，岂不是符合紧急避险？难道李牧真的要申诉了？在实际案件中，紧急避险的边界非常模糊，凭这一点恐怕还不够。李自忠完全符合紧急避险。针对滨海初级法院的老师，您也在关注这个案子？这场庭审很有意思。李自忠案现在都已经上热搜了，网上的关注度呀非常高，观看人次都已经快超过2个亿了。我记得这紧急避险好像还是您修订的吧？怪不得您对这个案子有兴趣。小张，在咱们大夏国，熟悉法律的老百姓那是很少一部分人。这场直播最起码能让老百姓知道，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身的权益。李自忠完全符合紧急避险。针对滨海初级法院的判决，我方不予承认，2审与1审的判决相同，所以我方申请以此方面撤销1审、2审时对我方李自忠的所有判决。紧急避险？什么叫紧急避险？难道抢银行也叫紧急避险？那以后所有百姓都挨我滨海银行紧急避险好吗？这可是全国直播，这么多双眼睛看着呢。告诉你啊，我不想再出任何幺蛾子。李默，我还是高看你，我以为你有什么高明。紧急避险？你以为就你知道什么是紧急避险吗？1审、2审的法官判了那么多的案子，他不比你一个大一新生强吗？不止。
不只是他们，今天滨海银行方找到的律师都比不过我这一个大一新生。好，眼界狭隘，狂妄至极。作为你的姐夫，我今天就给你上出社会的第一课。打官司可是没有那么容易的。审判长，刚才原告律师所陈述的事实依据确实是符合紧急避险，可以反驳一审判决中的第2条。但是我有一点疑问。被告方律师，如果有什么疑问，可以当庭询。原告律师所说的紧急避险呢，完全就是在避重就轻。他只讲了判决中的第2条，故意遗漏了后面的3条，而判处李自忠罪名的恰巧就是第3条。李自忠在明知道是银行财产的情况下，依旧用此财去医院进行了缴费。刚才李自忠在表述当中说的非常清楚，在他离开银行之后，2个劫匪并没有泄露，他完全可以等他在安全的情况下将此财物归还。然而他并没有，他依旧选择去医院进行了缴费。哎，对，没错，当时劫匪可没有拿枪指着他啊！不，依据此点，完全可以判定这就是你李自忠的主观意念，而不是像李木你所说的紧急避险。我想请问当事人，你在明知道财物是银行的情况下，为什么不选择报警？你明明可以把银行的财物上交，或者是选择报警，但是你偏偏没有这么做。李自忠完全可以等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之后将钱还给银行，可他偏偏做出了去医院进行缴费的行为，这既不符合紧急避险，又私自缴费。综合以上2点，完全可以判断李自忠就是在主观意念上抢劫了银行的钱，而救了他的儿子，就是李木。李木，现在怎么办？当然了，这是人之常情，这是人性。我丝毫不怀疑李自忠对他儿子的爱，但是从法律的层面上来讲，李自忠就是抢了银行的钱，这个罪名就是成立的。苏老师，刚刚李木好像要赢了，怎么现在又翻转了？法院判案是要讲事实依据的。当时滨海初级法院在判这个案子的时候，之所以顶格判处了当事人李自忠20年有期徒刑，正是依据宋律师提出的这个点。当事人李自忠私用银行的钱缴费，这是无可辩解的事实，我实在想不出有任何反驳的可能。那李木想要告赢这个官司，就没有机会了吗？滨海银行只要紧抓这一点，终审改判基本上。当事人，你在出了银行以后，是否还遭到其他的刑？没有。很好，我想请问当事人及当事人的律师，在你们明知道是赃款缴费的情况下，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对1审2审的判决不服？我可不可以视为你们是对法院的挑衅行为呢？你们这么做想好后果了没有？我们不上诉了，儿子，爸不能再害你。李默，亲姐的，孙姐求你了，咱不上诉了行不行？书记，原告方对于被告一方的反诉有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或者提出不同的观点？哎呀，一个穷学生翻了几天刑法，学了一个名词儿，拿着鸡毛当令箭，他就知道这一条，他还能有什么意见呢？审判长，我对被告方律师提出来的问题没有任何意见。被告律师基于他的观点是对的。现在知道算了，晚了。李木，就算你现在放弃起诉，我们也会严肃地追究法律责任。我对于被告方律师提出来的问题没有任何意见。骆老师，李木怎么突然间没有任何意见？看来李律师已经放弃了。滨海银行方严肃追究，李律师自己和他要收到签名。但是，我想请问被告方，
你们是怎么认定绑匪给我方当事人的钱是银行的？你们怎么证明这笔钱是银行的钱？刚才宋律师也说了，是我方当事人拿着银行的钱去医院缴的相关费用，由此来判断我方当事人的主观意图。那么这个前提就应该先证明这笔钱是银行的钱，这笔钱是银行的钱。我操，这李默真是绝了，竟然让银行的人证明银行的钱是银行的。这主意李默是怎么想出来的？真是太有意思了。这个李默，他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啊？他居然让银行证明银行的钱是银行的。我看这个李默就是想要通过这次法庭直播来炒作自己，他这种人就是最可耻的。一场根本就赢不下来的官司还要去打，这不就是哗众取宠吗？说李自忠抢了银行的钱，那银行得先证明这钱就是银行的呀。我觉得李默啊说的太对了，这个被李默想到了，我怎么感觉李默真有可能赢啊？什么叫证明银行的钱是银行的？他是不是发病脑子没清醒啊？你要是有病就回医院治去啊，别死在法庭上，晦气！你怎么说话的？李默，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你所说的这些问题完全就是无稽之谈。法庭是严肃的，容不得你在这里胡闹。书记，原告律师再次提醒，所有在法庭上的发言必须有法律依据。你的说法是否有法律依据或者证据？证据当然有，而且是足以让你们败诉的关键性证据。让我们败诉的关键性证据？你一个连大学都没毕业的学生，怎么敢在这里大放厥词？连律师资格证都没有的新人，还敢来挑战我们专业的律师团队？李默，我劝你认清现实，收回你刚才说的话。一切哗众取宠的行为都会被法律击溃，而你会在网络的舆论中乱结。我会为我的每一句话负责。这个李默真是不自量力，一审二审已经证据确凿，根本不可能推翻。就是我们银行提供的证据非常充分，无懈可击，就凭他吃得饱的人血馒头呗。这李默啊，就算是想要炒作，他没有关键性的证据，就等着被网暴。我靠，这小孩有点东西啊！哎，你说现在这大一学生都这么机灵了，你让我证明我儿子是我儿子，那我现在就让你证明了，你的钱是你的钱。让银行证明钱是银行的，爽，太他妈爽了！现在的银行太他妈欺负人了。谁说不是呢？这个李默反将了银行一军，简直给咱们老百姓出了一口恶气，是不是？爽！审判长，这是一审时由检方提供的相关证据。李默，你不要太搞笑，拿着我们的证据来告我们，你脑子进水了吧你？那今天我就好好给你上一课。要给我上一课？我身边都是最好的律师，你一个连法律条文都背不出来的东西，居然要给我上课？谁给你的胆子？我从业10几，提交过的所有资料都经过了多次审核，绝不可能有任何的纰漏。是，大家请看，根据检方提供的相关证据即是，当时银行内部混乱，劫匪不仅仅抢劫了银行内部的钱，还对在银行中所有正在办理业务的客户进行了抢劫。关于这一点，被告方是否愿意承认？没错，但是这跟李自忠拿了银行的钱有什么关系？根据监控显示，劫匪把抢劫银行的钱与抢劫客户的钱全都混合放在了同一个袋子，而劫匪给我方当事人的钱只是随便从包里取出来的2本钱，没错吧，被告方？你审判长，我方认为这一问题与本案没有任何的关系，我方拒绝回答。审判长，这是在核对本案证据与本案高度相关，我不认为这是无关的问题。原告方的问题与本案高度相关，被告方申请驳回，请被告方滨海银行及律师正面回答原告律师。没错，那钱是从袋子里拿出来。很好，那根据监控视频显示，
这2捆钱根本就分不清是从银行抢劫来的，还是从已经取完钱准备离开银行的客户手里抢。那么银行方是如何认定这捆钱就是银行的呢？对呀，如果那钱是客户的，那咱爸是不是就不是抢银行了？你他妈的，什么银行还要证明银行的钱是银行的？那去你们银行取钱的时候，你们银行凭什么让客户证明我爸是我爸，我儿子是我儿子？你根本就是在无理取闹，并不是无理取闹。如果被告方不能认证的话，那么就不能判定我方当事人参与到了抢劫银行当中去。这钱的确是抢来的，但并不是通过我方当事人抢来的，是劫匪把钱交给了我方当事人，我方当事人最多算不当得利。那么现在就请滨海银行方证明这捆钱就是银行的钱。现在就请滨海银行方证明这捆钱就是滨。没想到啊，真没想到！我原本以为李牧在吹牛逼，让银行证明银行的钱是银行的。这大一学生还有两把刷子。那现在银行这边就没有办法反驳了吧？哦，我现在有点期待滨海必胜客输掉的样子了。现在庭审的方向越来越让人看不懂了，网友和我都有一个相同的问题：罗老师，李牧让银行证明这2捆钱是银行的，合理吗？在庭审过程中，两方律师都可以抛出事实或者法律依据，只要审判长认为这法律依据符合逻辑，那么就是成立的。关于让银行证明钱是银行的钱，而不是客户的钱，虽然看上去荒谬，但我们细细一想，完全是符合逻辑的。说实话，我从业律师这么多年，也经历过大大小小数百起案子，还是第一次见到过程如此曲折，所提的问题如此离谱的庭审。这李牧或许真有可能上诉成功。银行方对原告律师提出的疑问有没有什么证据反驳，或者依据法律条文进行反对？反驳啊，给我使劲的反驳！要是反驳不了，就给我滚蛋！审判长，我坚决反对对方律师的说法。陈述反对的理由：客户在银行的时候，银行有权利和义务保障客户的安全和隐私。在钱还没有离开银行的时候，钱就是归银行的。因为被抢客户财物的损失需要银行负责主要责任或者全部责任，所以根据责任的划分，当客户还没有离开银行大堂的范围之内，那么钱就是属于银行。没错，只要他们人还在银行，那钱就是银行的。所以根本不用区分钱是银行的还是客户的。劫匪拿的那一部分，只要没有离开银行，那么这部分钱还是属于银行的。因此，我认为对方律师所说的这个问题根本没有任何的意义。是吗？那么接下来我还有证据。什么？你还有证据？快看，李牧也要提交新证据了，有用吗？刚才他提交的这些证据，我还以为要承认了，结果呢，被人家专业律师团队给驳回去了。哪来那么多证据啊？你真当我的律师团队都是草包啊？李牧，你当自己是什么？证据说有就有，而且你还刚醒过来，哪有那么多时间找证据？而且还是被我们这种王牌团队忽略的证据，这根本就不可能。一切不基于事实的言辞，在法律面前毫无意义。审判长，关于滨海银行方所说的，在银行范围内即本案发生的，客户在银行大厅被抢，没有离开银行大厅范围，财产损失属于银行责任，所以客户的钱也属于银行的钱，这一问题我有很大的异议。我申请一名证人出庭。我反对。本案的证人已经全部到场，额外的证人并不会对本案的宣判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李牧，我希望你不要再浪费时间了。反对无效，允许带证人上庭。没事，兵来将挡。我倒要看这个毛头小子还能玩出什么花样。
呀，李牧，你已经够上不了台面了，又整个老太婆出来，你以为法庭是菜市场吗？老太婆，她也是别人的妈。今天她站在这，明天就有可能是我们的母亲站在这里。被告，请注意你的言辞。审判长大人，俺叫李秀琴。审判长，半年以前，滨海银行也发生过一起抢劫案，被抢的人正是李秀琴。你知道这个事儿吗？的确有这个事儿，但是您放心，这个案件我们已经胜诉。你说拿我们已经胜诉了的案子来说有什么意义？铁案无山，如果这个老太婆真的能够翻案，那我的律师团队岂不是吃干饭呢？李牧，我劝你还是少搞花样啊！翻案那是痴心妄想。李秀琴女士，您不要害怕，您只要把事实说出来就可以了。我反对，两个案件没有直接的关联，这个李秀琴不能作为本案的证人，更无需描述所谓的细节。真的无关吗？我想请问滨海银行，两案均为发生在滨海银行的抢劫案，滨海银行方为什么极力制止证人阐述事实？难道是因为两案处理结果截然相反，滨海银行方心虚吗？心虚？我们有什么好心虚的？说，让这死老太婆说，看看她能翻出什么风啊！被告律师反对无效，允许证人李秀琴描述当时事情。是，审判长大人，我的钱也是在滨海银行被抢的。快不收了，姑娘都是。姑娘，我取点钱。还是你那闲杂物品不要放在柜台上。这是药，这是我吃的药。那也不行啊，赶紧拿下去啊，脏死了一天。那个，我取2万块钱。取现金要提前1天预约，你预约了吗？我预约了，我昨天也是来一趟。怕活得长，钱花不完是不是？谢谢。抢钱了！我的钱被抢了！他抢你钱，你去报警去呗。他已经出银行了，不归我们管。我的钱在你们银行取的，咋就不归你们管了？抢钱了！哎，唧唧歪歪的干什么呢？哎，这里是银行，你要闹出去闹行不行啊？那是我全部的钱，他抢了我全部的钱呀！谁抢了你的钱？你找谁去啊？你在银行闹什么？没看那上面写着的吗？钱里的柜台概不负责，你不知道啊？那是我永远还要的钱，还要的钱呀！那2万块钱，整整2万块钱，是俺全部的积蓄，那是俺买药的钱。你胡说什么啊？当初败诉还不够吗？你信不信我告你诽谤？审判长，他在威胁我方证人。被告方请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原告方律师请继续。审判长，半年以前，李秀琴也对滨海银行发起过诉讼，但滨海银行离柜概不负责，当事人没有保护好自己的财产为由提交论证，最终导致当事人也就是李秀琴败诉。这是当事案件的卷宗。李秀琴，原告律师李默所说是否属实？啥叫属实？就是是不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那么我想请问滨海银行方，这就是滨海银行方所说的没有离开银行，客户的钱会受到银行保护，损失由银行承担吗？对此，我方保持完全否定态度。不是，这滨海银行也太双标了吧！一边说自己是受害者，一边又说自己是加害方，怎么着？他们都沾脸啊！不止滨海银行，现在外面的银行都这样。只要我们是平头老百姓，没有办法，只能任人宰割。这样啊！
告别人就说根据责任划分，钱还是银行的；被告了就说李贵概不负责，银行也太不要脸了。那个老奶奶也怪可怜的，那是人家的买药钱。说真的，我真想让滨海银行败诉了。不过银行可不是他一个大学生就能轻易扳倒，我还是觉得李木赢不了。审判长大人，您说说看，这滨海银行是不是专门欺负俺这普通老百姓？俺这钱是不是该还你呀？求求你，求求你为我做主！原告方证人，请控制好你的情绪。对不起，对不起。原告方证人，你的出庭发言讲完了吗？俺说完了。法警，带原告证人离场。针对于原告证人所提出的滨海银行不履行在银行大厅内保护客户的财产安全，不知道被告方滨海银行要不要补充说明当时的情况呢？补充，我要补充。快点给我补充！我不允许任何人挑战我们银行。你知不知道，我这次终审真的输了，有多少流民出了银行的报复？放心。被告方请补充说明。审判长，刚才原告方的证人不仅长期的服药，而且刚才在现场情绪激动，甚至辱骂我方，我们对他的精神产生了一定的质疑。所以我方认为，刚才原告证人在庭审现场所说的话，不可以作为庭审证据。没错，他就是个精神病，一个脑子有病的长了一个精神病，给的供词根本就不足以采纳嘛。原告方律师，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审判长，我同意被告律师的申请。你怎么认输吗？当然要认输了。铁证面前，所有的发言都不过是假把式。既然原告已经认可了我方的申请，废除了证人证言，审判长可以做最后陈述了。等等，既然你们觉得我方证人无效，那我只好提交新的认证。我手上的这些都是关于滨海银行没有保护好客户在银行大厅内部的财产安全相关案件的卷宗。09年俞明辉案，银行柜台取钱金额不齐；10年张雪峰案，银行自助存取款机故障吞钱；12年陈博文案，银行内部钱款被偷，银行拒绝调取监控录像。还有这些，你们给出的理由都是李贵干不负责。现在这些案件的当事人就在外面，随时可以听候传唤，他们每一位都可以控告滨海银行没有保护好客户在银行大厅内的财产安全。既然滨海银行方觉得那名证人有精神疾病，那就算了，但我方的数名证人该不会每一个都有精神疾病吧？滨海银行方觉得呢？可是你们有串供的嫌疑，你们的证人本身对我们银行就带有一些敌意，所以我认为他们的证词根本就不能作为证据采纳。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凭什么不能当证据采纳？审判长，我方掌握的材料足以证明，银行方特指滨海银行不具备保护客户财产安全的能力，所以我方申请对于刚才被告律师的辩诉进行撤销。拒绝原告申请理由，拒绝依据。银行方在法律上具有保护客户财产的义务。原告方所提出的证据不具备普遍性。哎呀，李默看到了吧？审判长拒绝了你的申请，这场官司我们赢定了。跟银行斗你就是螳臂当车，腹有汗数，你们完了。李默，怎么会这样？咱们该不会真的要输了吧？搞了半天还是输了，审判长直接拒绝了原告的申请。你看，已经有2000多万人在看这个直播了。现在舆论已经开始反转了，支持李默的呼声越来越高了。你看，舆论怎么用？审判长能轻易推翻之前的判决难。
你是不是提前被抓？我之前确实尝试，但这个审判长油盐不进，根本就不给滨海银行机会。难道他想通了？审判长怎么拒绝了咱们的申请？姐，没事的。同意申请请求，同意依据被告方滨海银行不履行保护客户财产安全。是怎么又拒绝又同意的啊？什么意思？左老师，审判长为什么又拒绝又同意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审判长拒绝的是原告的申请理由，重点是这个理由。申请理由什么意思？拒绝原告申请理由的原因是，原告的申请理由和证据全都表明了银行不具有保护客户财产安全的责任。但是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在法律法规中，银行是必须要保障客户财产的。拒绝原告律师提出来的理由，恰恰是维护了法律的尊严。那宣判同意又是什么意思？审判长同意的是原告律师李木的请求。在本案中，滨海银行确实没有行使到自己的义务，这是特例。因此，审判长同意了申请的请求。审判长这样判，既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又给了事实尊重，这就是审判长做的巧妙的事。其实这场官司一开始，滨海银行就走错了辩论方向，完全落入到了李木的节奏。这场官司，滨海银行方表现得非常差。你们快看热搜，大一学生告赢滨海银行，滨海银行不当人。老公，你听到罗老师说的了吗？他说滨海银行可能真的要输了。No， 真是活该！上次我去存钱，我都不知道，就给我办了一大堆信用存折。现在的银行根本没把老百姓当一回事儿。要我说呀，这个李木真的是好样的！这个滨海银行啊，横行霸道这么多年，现在总算有人站出来了，整顿社会还得是00后，这叫啥？英雄出少年。李木太帅了，这也太给我们大学生长脸了。滨海银行这回肯定要栽了。那也是滨海银行自作自受。什么叫证明我儿子是我儿子？简直不要脸！我倒要看看滨海银行对于此还怎么诡辩。这场官司到这里其实已经辩无可辩了。这个案子很可能成为以后我们普通人向上诉讼的教科书，但最具决定性的还是双方最后的陈述和审判长到底如何判决。怎么又拒绝又同意的？什么意思？这就是法院认定我们银行在对客户财产方面的责任没有尽到。宋志明，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啊？你是不是不想干了？哇，你先别生气。审判长，您还没有让我对原告的阐述进行反驳的，我申请刚才的审判无效。申请无效。什么叫申请无效？啊，审判长，什么叫申请无效啊？审判结果已经出来，已经通知被告方申请无效。如果被告方继续坚持申请，可以在休庭后提出行政复议。现在提出申请无效。审判长，这不公平！被告方如果继续这个话题，将会得到20警告，直击离席。是，审判长。现在请原告方、被告方进行最后的法庭陈述。原告方律师李默，你准备好了吗？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根据我方提交的申请和相关证据，我方已经没有任何想要补充的了。我只是想说，法律是正义的，不会错怪任何一个好人，更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我希望审判可以按法律的正常的准则，牢记法律誓言。原告方陈述完毕，现在请被告方进行陈述。这是最后的机会，你给我抓住了！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在这一场官司当中，我们滨海银行是受害方，这法律不能为人情所裹挟吧？法律是神圣的，同时法律又是无情的呀。我们滨海银行作为受害方，但是他们原告方向我们受害方提出赔偿，这是无法可依，根本就是无理取闹。我阐述完毕，
还希望法庭能够做一个公正的裁决。请当事人李志忠进行最后法庭陈述。我真的想不明白，我只是想取我自己儿子的钱，取我自己儿子的命，为什么非要证明我儿子是我儿子？我们老百姓活得太难了。陈述完毕，现在休庭，休庭30分钟。30分钟后将开庭宣判审判结果。领导，怎么了？领导，俺就是想问问啊，这是谁儿子就是谁儿子，这有血缘关系的，咋就不能取钱了？这李自忠去取个钱，咋就成抢劫犯了呢？我们也是按照法律法规来办事，法大于情，希望你能理解。领导，法大于情，俺读书少，不明白，可俺就是想知道，俺们老百姓办点事，咋就这么难呢？啊！法不会有事吧？我怎么感觉审判长表情好像不太对？毕竟1审、2审都是判我们输，这可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呀！姐，没事的，放心吧，我相信法律会给老百姓，给所有人一个公道。针对于本案，两位有什么看法？原告方提出当事人李自忠无罪，虽然原告律师在法庭上进行了法律论述，也提供了一定的证据，但是1审顶格判处了20年，2审还维持了原判。咱们终审的最终判处结果，如果真的是判无罪的话，恐怕会对法律的公信力有着极大的冲击，所以我支持原判。你觉得呢？咱们这个案子是全国直播，网络上的舆论一般都是支持原告方，并且原告方的律师论据充足充分，被告方根本无法反驳。我觉得如果我们坚持原判，可能会对维护法院公信力不太满足。我觉得可以适当减刑，甚至满足原告方律师的申请。考虑到1审、2审的宣判结果一致，我更倾向于滨海银行一方，维持本案原判吧。更何况滨海银行有那么多的民事纠纷案，如果我们这次判了滨海银行败诉的话，那之前那么多案子，这将对法院的公信力将产生巨大的冲击力啊！这次可是全国直播，原告方律师李牧的上诉依据如此充分，如果我们坚持原判，难办啊！目前为止，还有比维持原判更好的办法吗？法院的公信力不容有失，还是维持原判来处理吧。这最后到底怎么办？看样子啊，这李自忠很有可能减刑，早知道就去采访李牧了。可不是嘛，只有那个新来的实习生采访了他，真是便宜他。宋志明，你不是说李自忠从任何角度都不可能赢的吗？现在这个什么情况？我警告你啊，如果李自忠被判无罪释放的话，你就等着吃不了兜着走吧。这个不是证据，顶多算个线索而已。如果想推翻案情，这一点往往不够的。没错，而且如果他们想要把李自忠无罪释放的话，那根本就不可能。你想，他们以后类似的案件该怎么处置啊？请放心，李自忠想要无罪释放，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放心吧，李牧，他们这次能同意把你减刑吗？他们同不同意没用。什么意思？减不减刑虽然是审判团的事，但同不同意他们的审判结果是我的事，因为他们无论讨论多久，都不会对最终的审判结果产生任何的影响，因为我们一定会胜诉的。可如果我们已经胜诉了的话，
沈班长他们应该已经出来宣布爸的减刑，可他们到现在还没有出来，会不会是有什么其他问题？我们提供的材料足以让爸减刑，不仅仅是审判团知道，就连银行律师团也知道。但是他们知道，不代表他们会这样做。他们现在只是在犹豫要怎么拒绝我们的申诉。那爸不是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减刑吗？这个时候减不减刑还重要吗？宁木，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们不是要让爸尽可能减刑吗？减刑，咱爸从来就没有犯过罪。我要的是让咱爸无罪释放。李木，能为爸争取到减刑就已经很不错了。我也想让爸早点出来，可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应该脚踏实地一点好。无罪释放实在是太难了呀。姐，我既然这样说，肯定有十足的把握。这30分钟，我需要你帮我做件事。什么？你要让我装作我们已经胜诉了？对，姐，你一定要自信，爸能不能出来，全看他。行。姐，我要离开法庭出去见你。行吧，你要走，那等一下沈班长他们回来发现你不在了怎么办？我争取在开庭前赶回来。姐，这是一份补充性证据，我离开以后，我需要你单独去见一下沈班长，帮我递交一下这个材料。递交材料？我？可是我什么都不会，万一搞砸了怎么办？姐，我现在最信任的人只有你了，如果你都做不到，其他人就更做不到了。姐，你一定要记得我交代你的话。你一定要再赶紧交回来，林娜，自信，一定要自信。李娜，李娜，庭审还没结束就这么开心啊？因为我已经提前知道，我爸一定会无罪释放。好大的口气啊！谁告诉你那个抢劫犯要无罪释放啊？你当我们何在？你当法律何在啊？哦，一定是你那个弟弟告诉你的吧？堂堂一个法学院的学生，吹牛都不打草稿是吧？不到黄河心不死，到黄河你心还不死，非得把证据摆在你面前，你才肯心服口服吗？难道非得把你送进去，你才肯认错吗？这就不用你们操心了。说吧，雷墨去哪儿了？他去见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等他回来了，我爸一定会无罪释放。去见一个人，哎呀，真有意思。别说去见一个，就算去见10个，也改变不了爸是抢劫犯的事实。反正我们赢定了。这小子这么狂妄，我告诉你们，绝对不能让他减刑。减刑应该是避免不了了，但是咱们可以退一步，减他们的军。什么意思？什么叫减刑避免不了？李自忠1审、2审的辩护律师，见到我们银行就怂，根本就不敢好好的打官司，所以顶格判处20年。这次终审如果是减刑，那法院依旧会判我们。与其让法院判，还不如我们主动出击，打个感情牌如何？你的意思是，世木也觉得判刑过重？不行，绝对不行！我那么做，那帮农民工会怎么看我们滨海银行？他会觉得我们银行是好欺负的。王航，您只看到宋律说的其一，并没有理解其中的深意。你想，如果我们同意减刑，外界是不是觉得我们体恤于民情？我们再来几个热搜，滨海银行的风评是不是就会彻底逆转？至于庭审之后，我们再去重新搜集证据，甚至我们再去找那几个劫匪。好，告诉你们啊，减刑是我最后的底线。这场官司无论要付出什么代价，就不对。那个女人那么自信，这里面肯定有什么猫腻。嗨，王航，这都什么时间点了，无非就是补交一些证据。不对，宋律，我觉得看他们刚才那个架势，曾斌已经底牌尽出了，我觉得不可能再有什么新的证据。你呀，你总是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小赵啊，今天你这个庭审的表现呢，太差了，不适合在这待着了，旁听去。王航。
哎，对，你是她丈夫，她有没有什么关系是你不知道的？李牧脑瘤昏迷，他爸入狱，他这么长时间都是在四处找人脉。如果他有什么人脉，他不至于跪下来求我。不对，不对，那女人那么自信，可能就是找到了那层关系。就放心吧，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管他找什么样的关系，在我这儿不可能赢。还是不对。哎呀，跟出去看看，多此一举。哎，好。材料需要提交。弟弟让我主动给他的。你看，这还真有问题。到时候我就提起法律回避，把这个审判长给换了。咱们再适当的示弱，这个李子忠肯定能被判刑，刑期最起码是15年以上。哎呀，宋念，你知道我为什么找你当我们银行的辩护律师吗？就是因为你肯大义灭亲，下得去手。这样，这次回去你就是我们银行的法务部长。谢谢王啊，我又升官了。哎，不过嘛，这还是维护法律的尊严，这是我们的律师分内的事啊。赵强，我问你，你记不记得你抢劫滨海银行的时候，给过一个老人2分钱？是给过。你是谁？我就是他儿子。我父亲现在就在中等法庭，20分钟以后，法院就会下最终审判。我希望你能出庭，做他的证人。你爸判刑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凭什么帮你？马上就要开始审判了，这李牧怎么还不回来？丽娜，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有什么猫腻。哎呀，待会儿开庭我们就申请法律回避，对方连个辩护律师都没有，这场官司我们赢定。准备开庭。全体起立。慢着，你爸判刑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凭什么帮你？我调查过，你之所以抢劫银行，也是为了给你的儿子治病。这跟你有什么关系？这些人全部跟你一样，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起诉过滨海，无一例外，全部败诉。你到底想说什么？我不会帮你。借着中审的全国直播，可以给你、给他们、给大夏所有老百姓一个发声的机会。你难道想你儿子以后遇到这种情况，也跟你一样走上这条路吗？慢着，被告方律师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我申请审判长回避。说实话，你要申请审判长回避。我们认为审判长在庭审的过程中有明显的情感倾向，我们怀疑审判长在庭审前与原告有过私下的交集，我们不服之前的判罚，所以我要求审判长回避。还能申请法律回避啊？这我可学到了。我咋感觉审判长也没有偏帮李牧他们呀？被告方滨海银行，你们确定要申请审判长回避吗？确定以及肯定。好，审判长回避生效，当庭更换审判长。这马上就出结果了，怎么突然申请了法律回避？李牧，你快点回来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感情不对呀！我是本次庭审接任的审判长于彩虹，李自忠案重新开庭。原告律师李牧，本次庭审诉求是否相同？
审判长，李律师还没回来，我是他的姐姐李娜。你们的庭审诉求是否相同？你们还是认罪吧，这样我就可以申请你们减刑。就是你弟弟已经跑了，留你一个人在这儿。原告方，你们的庭审诉求是否相同？相同。被告方滨海银行，你们的庭审诉求是否相同？相同。针对被告方滨海银行之前宣判撤销的辩诉，是否有新的证据补充？我方承认在对客户财务的管理方面呢，存在着些许的失职，对撤销辩诉无异议。你们的意思是，你们滨海银行方决定放弃补充证据？不错，而且我方认为，在一审和二审的判决中，对当事人李自忠的判决有些过重。哎，我是不是听错了？滨海银行承认自己审判过重，难道滨海银行他良心发现啊？他可是银行，他要能改，我跟他姓。苏老师，滨海银行怎么承认审判过重了？难道是认输了？首先，我要向大家科普一个法律知识，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李律师提出的诉讼申请是当事人李自忠无罪释放。大家都说记得。如果最终当事人李自忠真的被判减刑，就意味着没有达成李律师的诉讼，那么本次庭审，李律师依旧属于败诉。怎么减刑了，最后还是败诉？滨海银行方主动承认审判过重，这样有两个好处。第一，滨海银行已经做出了让步，再加上被告的身份，最后的审判极大概率会考虑滨海银行的诉求。第二，这样可以挽回一些滨海银行方在大众之间的形象。这一步以退为进，十分精彩。滨海银行方如今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当事人李自忠坐牢。滨海银行怎么这样？我本来还以为他们良心发现，没想到他们是把李自忠往火坑里推。李自忠坐牢对他们有什么好处？他们要这样苦苦相逼？对银行来说，我们这些普通人的命没有他们的名声重要。唉，就看法院最后怎么判吧。我确认一遍，滨海银行方也认为当事人李自忠判刑过重。你可是被告律师。我方确认对当事人李自忠的判决过重。我方认为他也是事出有因，而且爱子心切，这也是人之常情，可以酌情的进行减刑。但是我们有一个要求，我方要求原告必须承认抢劫银行的罪行，而且要公开对我滨海银行进行道歉，否则我们绝不接受减刑的结果。这宋志明不是李自忠的女婿吗？咋非要帮自己的老丈人送进牢里呢？谁让人家是大律师呢，高贵着呢。呸！我女儿要是敢嫁这种人，我打断她的腿。我们会针对公平正义抗争下去。宋志明，你是不是人？爸有没有罪？你难道不知道吗？你非要把我们往死里逼，你才满意吗？往死里！李娜女士，我想你应该要搞清楚，我们滨海银行作为损失方，一再的退步，保证让你们举行。但你们是怎么做的？你们无视法律的森严，拒绝伏法。是减刑还是牢底坐穿？机会掌握在我们的手上，到底怎么做？你们看着办。你什么时候回来？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审判长，时间是有限的，如果原告一直不伏法，那我申请审判长维护原判的结果。原告方若对被告方提出的请求拒不接受，是否有新的论据补充？等等，你们再等等，我们有新的论证，请原告律师拿出新的证据补充。还不道歉？再不道歉，你爸可就要牢底坐穿啊！赶快认罪吧，这是你们最后的机会。李牧，我该怎么办啊？我方强烈反对被告方的说法。李牧，我方强烈反对被告方对于我方当事人李自忠犯抢劫罪这一观点，申请针对这一点进行法律反驳。这桩现在改回来有什么用？连见好就收都不懂，还想着无罪释放呢？这样无休止的纠缠，不就是在说你审二审判的不对吗？惹恼了人家法院，连减刑都省了。好啊，省得好。李牧，
你没事吧？我没事情。吓死我了！你终于回来了。你不知道，刚才滨海银行突然申请了法律回避。滨海银行是不是觉得审判长对我们有情感倾向？可是我们根本什么都没做啊，只是送了一份补充材料。这些案子都是原来那个审判判的。姐，你可以看看这边的结果，基本都是维持原判。原来那名审判长是为保守判，原判率高达80%。这次庭审如果还是他审判，维持原判的概率非常高。你刚才让我去送材料，滨海银行你的原审判长会倾向于我们，所以才申请了法律回避。就是现在这个审判长司，他想积极的推动司法改革，是为改革派。于彩虹铁面判官，于彩虹铁面判官。同意申请，允许进行法律反驳。审判长，在进行法律反驳之前，我想先抛出一个问题：像抢劫罪这样的重罪，到底是如何认定？什么认定的？抢多抢少，那不都是抢劫吗？这不就是抢得多判的重，抢得少判的轻吗？抢劫罪的认定，李默，你把法庭当你的学校，怎么敢问出这么低级的问题？我亲爱的小舅子，你呀，真的应该多到学校再学几年，省得在这侮辱法律，耽误大家的时间。你就是个哗众取宠的小丑，哎，把法律学明白再来打官司吧，切，免得在这害人害己。我当然知道，我只是害怕你们不知道。你放屁！我不知道，我当初拿律师资格证的时候，我就能够倒背刑法的。你算什么东西？敢大放厥词！知道的话，今天你们就不会是这样的表现。今天我就好好的给你们普法。这真是好讲，你一个大一的新生，给我这个100%胜诉力的律师来评。针对抢劫罪这一重罪的事实认定，一般可分为主观事实与客观事实两个方面。而之前我也针对我方当事人李自忠的主观事实进行了充分的辩护。抢劫就是抢劫，你爸抢了滨海银行的钱，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念在你爸救子心切，这才求法官为你爸减刑。你不要得寸进尺啊！肃静，请被告人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原告律师，请继续。好的，审判长。而针对抢劫罪在客观方面的表现，则是行为人对公司财物的所有者或者保管者当场使用暴力或者胁迫强行劫取公司财物的行为。这种对被害人身体实施强制的犯罪手段，是抢劫罪的本质特征，也是它区别于盗窃罪、诈骗罪、抢夺罪和敲诈勒索罪最显著的特征。客观上来讲，抢劫罪确实需要暴力行为，但是你又怎么证明李自忠就没有进行暴力行为？你有什么证据？当然可以证，根据滨海银行方提供的当时银行的监控录像就可以证。就可以证。我去，用你提供的证据还证明我没罪，还有这种操作？对啊。这一开始吧，我觉得这个李自忠啊，确实抢钱了。但是听李牧这么一说，他确实没抢钱嘛，对吧？我方当事人李自忠没有对任何人产生任何的暴力胁迫行为，因此我方当事人李自忠在主观与客观两个方面都没有进行抢劫，抢劫罪根本无从谈起。被告方滨海银行对于原告律师提到的陈述，你是否进行事实或法律反驳？审判长，原告律师说的李自忠与其他人有没有暴力胁迫，这个观点是根本不成立的，因为在一审和二审的审判结果中，当事人李自忠与其他3个劫匪是同伙关系。没错，哎，那3个抢劫犯可都是持枪抢劫啊。因此，如原告律师所说，客观上讲，无法认定当事人的抢劫行为这一观点是不成立的。当然成立。审判长，我想请一位与本案关联最密切的证人出。原告申请声音上庭，同意。李牧，我们还要证人。一位最关键的证人，我们还要人证。放心吧，只要他犯的是抢劫罪，什么证人来都没有。没错，抢劫就是抢劫，要什么人证都没有。这一位就是当时把钱交给我方当事人的劫匪赵大强。我操，一个劫匪也能当证人，这也行吗？还真是活久见，万一他们真的是一伙，
那他包庇同伙怎么办？上场证人姓名赵大强，年龄46岁，是否属实？报告梁班长，我是赵大强，身份不实。赵大强？怎么可能？赵大强可是抢劫重刑犯，怎么可能出庭做证人？证人身份属实，原告律师请询问相关问题。赵大强，我问你，你与我方当事人李自忠认识吗？是同伙吗？我和李自忠不认识，他也不是我同伙。那天抢劫的就我们3个，跟他没有关系。不可能！如果你们3个不认识，你为什么把抢来的钱分给他？肃静！被告律师宋志明警告一次，下次再犯直接离场。抱歉啊，是吧？赵大强，你与我方当事人李自忠并不认识，为什么要把钱给他呢？我是看他可怜，他说他儿子在这儿躺着，挣了钱救命。他去银行取钱，在银行劝他证明他儿子是他儿子，这他妈什么狗证明？肃静，请证人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是，审判长。审判长大人，我对这位赵大强所说的话持怀疑态度。允许被告方质疑。赵大强，你说你不认识他，你就把钱给他，那么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如果你在大街上随便碰到一个人，你就会把钱给他？那你还来抢劫干什么？因为我儿子一定是钱救命。我儿子要结婚了，所以在滨海银行贷的款给我儿子买的婚房。可是我儿子突然就病倒了，一辈子的积蓄一眨眼都没了。没办法，我只能把新房卖了。审判长，证人所讲的发言与本案并无关联，我申请将证人的发言驳回。申请无效，让证人把话说完。我把房子卖了，为什么还盗窃银行60万？首付没了，房子也没了，我真的不明白我为什么还盗窃银行60万。当我听到他说他儿子有人抢救，可能同病相怜吧，我就给了他2块。我和他真的不认识。我的话说完了，审判长。法警，请带原告证人离场。审判长，根据证人赵大强的证词，他给我方当事人钱，完全是出于自身意愿，与我方当事人李自忠根本就不认识，同伙一说并不成立。审判长，我方申请驳回原告律师的陈述。允许反驳。审判长，这只是赵大强的一面之词。假如他们之间是同伙的假如他们有没有偏袒的可能呢？所以我认为赵大强的证词不能作为证词。审判长，刚才休庭的时候，我曾让原告李娜补充了一份补充性材料，这是我请检察院做的证。经过检察院调查，3名犯罪嫌疑人均与我方当事人李自忠无任何人生交集。没想到李牧竟然能够说动赵大强出庭，再加上这份检察院的证明，说实话，连我都想不出还有什么理由能够判当事人李自忠抢劫罪。难道李牧真的要赢了？主观客观2方面都无懈可击，再加上关键证人出庭作证，这位李牧这次恐怕真的要胜诉。老公，你听见了吧？李牧他真的要赢了，活该！滨海银行真是活该，让你欺负咱们老百姓。赢了，李牧好像要赢了。我的天哪，这真是要翻案呢！这不能吧？他还只是个大一学生啊！滨海银行方是否反驳或提交新的证据？既然被告方与原告方均无新申诉，那么最后我想听听双方的法庭陈述。现在请原告方律师李牧进行法庭陈述。尊敬的审判长，我方已经没有任何想要回应的。我相信法律是正义的，不会错怪任何一个好人，更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现在请被告方滨海银行做最后的法庭陈述。我方没有意见，愿意接受这个结果。陈述完毕。本案证据完整充分，逻辑清晰，现宣布庭审审判结果。全体起立。本案为本院，也就是滨海高级法院审理的终审案件。原告李自忠，被告滨海银行。本院对该案件具有管辖权，所使用法律全部依据国内法律。我国刑法规定，以暴力、胁迫或威胁他人抢劫公私财物为抢劫罪的构成条件。公诉方针对原告当事人李自忠所提出的李自忠为抢劫同伙，法律条件不予达成，李自忠并未达成抢劫罪的犯罪事实。
但李自忠明知所得财物是非法所得，依旧选择将其用以给儿子缴费，涉嫌不当得利和转移赃款，涉嫌隐瞒犯罪所得。又出于事出有因，事态紧急，考虑到李自忠当时丧失了基本的理智行为，从轻判决，判处李自忠获利不当，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返还所得违法财物。针对原告提出的滨海银行的赔偿问题，滨海银行在本案中的确有所牵连，判处滨海银行向李自忠公开道歉，其余诉求全部驳回。针对被告方滨海银行提出来的诉讼请求予以强烈驳回。当事人李自忠当庭释放。当事人李自忠当庭释放。当庭释放，当庭释放，赢了，公开道歉，当庭释放。宋志明，是我只要提减刑就可以稳赢的吗？我错了，难道真的是我错了？我要被当成反面教材，上法律教科书。儿子，赢了，儿子，赢了，儿子。哦，他赢了，媳妇他赢了，他赢了。我的天哪，李木赢了！真是不可思议，一个大一学生，居然能走到这一步。赢了！李木赢了！赢了！李木赢得漂亮，宋志明还要亲手把自己老丈人送进去。我看他现在神气什么？就是，哎，好。那快，嘿，来了，哎，你好，请问滨海银行怎么看待自己败诉这个问题？网上都说正义得到了伸张，滨海银行得到了正义的审判，对此王行长是怎么看的呢？滨海银行是否会向其他受到不公平待遇的客户道歉呢？来，让开，我们不接受采访啊！王行长，李木出来了，王航，这次是我们法务部的责任，官司输了，可也没有完全的输啊。这次审判的结果不就是我们道个歉吗？只要最后我们在舆论上战胜了对方，依旧是我们滨海银行赢了呀。赢了？赢了个屁！法院都推翻1审、2审的判决了，你还赢了呢？啊！你他妈当我傻逼呢？宋志明，你被开除了。李木，请问李木，你如何看待自己在法庭上的辩解？你是怎么想到让银行证明钱是银行的钱的？李木，我们了解到你现在只是政法大学的1名大一新生，而且学的是民法，你是怎么在这场诉讼中靠自己一个人告赢整个滨海银行的呢？也许，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都会遇到强权，遇到不公，遇到一些看似我们无法抵抗的存在，但是我们要发声，我们要把我们遇到的不公勇敢地说出来。我们要坚信，社会会给我们每一个人最公正的结果。所有法学生都曾在入学的时候对律法宣誓：我自愿献身正法事业，持法律之利剑，守正义之天平，除人间之邪恶，守正法之公正，积人文之砥砺，倡法治之文明，为社会主义建设和人类的进步事业奋斗终生。